现在澳元兑人民币 4.67， 澳元兑美金 0.67 左右。你看住这个数字，心里是不是在痒？是不是在想，哎，之前跌到 4.5 的时候我没买，现在弹回来一点了，是不是要冲上5算了大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因为我也想过。但是朋友，先别急住按那个买入键，你现在看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，你看到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心理陷阱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不跟你讲什么宏观经济学的大道理，我不讲什么 CPI、GDP 那些枯燥的数据，我只讲钱，讲人性，讲讲为什么你每次觉得抄底的时候，最后都抄在了半山腰。这条视频的内容很重要，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中间我会讲到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血泪史，以及如果你家里有留学生，或者你打算今年来澳洲玩，这个汇率波动会怎么直接从你钱包里把钱掏走，还有2026年澳元走势分析和赚钱机会。看到最后我还有一个隐藏彩蛋要送给你。我们先说说现在这个 4.67 是个什么概念。记得2025年年中吗？那时候澳元像吃了泻药一样，一路从 4.8 跌穿 4.6， 甚至一度碰到了 4.5 的边缘。那时候市场上一片哀嚎，我身边好多做代购的朋友，做出口的朋友脸都绿了，每个人都在问我还会跌吗？会不会见 4.4？ 那时候没人敢买，因为恐惧。现在呢，2026年开年好像风向变了，美联储那边口风软了，澳洲这边通胀数据好像也稳住了，汇率蹭蹭蹭往上爬，从 4.5 爬到现在的 4.67， 很多人就坐不住了。这就是人性的贪婪，你怕的不是亏钱，你怕的是踏空。你看住别人赚钱比自己亏钱还难受，但这就是我要泼你冷水的地方。这波反弹在我眼里充满了杀猪盘的味道。为什么说是陷阱？你要知道，汇率市场最大的庄家不是你我，是华尔街那些大鳄，是各国的央行。他们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在大家觉得稳了的时候反手一巴掌。现在澳元之所以反弹，是因为大家在赌澳洲央行今年不敢降息，甚至可能为了压通胀再加一点息。但是如果你去看看澳洲本地的超市，看看 Woolworths 和 Coles 的物价，老百姓已经买不起东西了。澳洲经济其实比你想象的要脆弱得多，如果经济撑不住，汇率还能硬挺多久？这就像一个发着高烧的人打了兴奋剂在跑步，你看他跑得快，其实随时会倒下。讲个真实的故事，发生在我一个好哥们阿强身上。这事儿就发生在上一波，大概2024年底到2025年初那会儿，那时候澳元也是从低位反弹，大概到了 4.75 左右。阿强手里有一笔闲钱，大概20万澳币，准备给孩子以后来澳洲留学用的。他当时看各种分析师都说，澳洲资源出口强劲，铁矿石要涨，澳元年底看 5.2。阿强一听，心里那个激动啊，觉得 4.75 简直就是白菜价，赶紧梭哈，全换了。结果呢？没过2个月，中国那边对铁矿石需求稍微调整了一下，美国那边又搞了个什么加息预期，澳元直接掉头向下，一路杀到 4.6 以下。阿强那段时间天天给我打电话，声音都带着哭腔，兄弟，我这一下就不见了几万块人民币啊，这可是我几个月的工资啊。最惨的不是亏钱，是心态崩了。到了 4.5 的时候，他实在受不了那种每天打开 app 都在跌的折磨，割肉了。结果他刚割完，汇率就反弹了。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，在这个市场里，不懂止损和仓位管理，你就是那颗最绿的韭菜。阿强犯的错就是太相信趋势，而忽略了情绪。他在大家最贪婪的时候进场，在大家最恐惧的时候离场。现在我看很多人对这个 4.67 跃跃欲试，我就旁浮看到了当年的阿强。说点更实际的，不炒汇的人可能觉得汇率关我什么事，我又不做外汇保证金。错了，大错特错。假设你计划2026年春节来澳洲旅游，你预算1万澳币的消费，如果在 4.5 的时候换，你需要4万5人民币，现在 4.67 了，你需要4万6700，就这么几天，你无缘无故多花了1700块人民币。这1700块是什么？是你少买了一个轻奢包包，或者少吃了2顿顶级海鲜大餐。再来看看留学生，这是大头。我有个粉丝，孩子在悉尼大学读书，1年学费加生活费怎么也得6到7万澳币吧。如果汇率从 4.6 涨到 4.8， 这中间的差价就是1万多人民币，1万多啊。对于普通中产家庭来说，这可能就是1个月的家庭总收入。所以我说这波反弹是陷阱，是因为它给了你一种澳元很强的错觉，让你以为澳洲经济好得不得了，这会导致你在消费决策上变得大手大脚。比如你会觉得，
哎呀，现在汇率涨了，澳洲资产值钱了，我是不是该去买个澳洲房产？千万别冲动，你现在看到的涨，很可能是主力机构在出货，他们把价格拉起来，就是为了让散户在高位接盘，等你把人民币换成澳元冲进去买房、买股票的时候，他们可能早就换回美元跑路了。现在这个位置对人民币 4.67 对美元 0.67， 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，这叫不上不下。往上有 4.8 的强阻力位，那是过去2年很多套牢盘的密集区，往下 4.5 的支撑虽然强，但谁敢保证不会破？这一部分我主要是想先把你从那种赶紧买，不然来不及了的狂热情绪里拉出来，你要冷静下来，意识到市场现在是在博弈，而不是单边上涨。接下来我会带大家深入到更黑暗、更核心的领域，我们要讲讲政治。为什么说澳元的命运根本不掌握在澳洲人手里？2026年美国和那边大国的关系会怎么演变？这才是决定你手里澳元是变废纸还是变金子的关键。还有，我会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手痒想操作，在这种猴市上蹿下跳的市场里，到底有没有稳赚不赔的策略？这才是真正钱货的开始。别走开，我们马上进入深水区。很多人看澳元只会盯着澳洲看，比如澳洲失业率怎么样啦，悉尼房价涨没涨啦，但我得残忍的告诉你，决定澳元命运的从来都不是澳洲人自己，而是太平洋两岸的那2个老大哥。你就把澳元想象成一艘小船，澳洲经济这艘船其实还算结实，但它飘在太平洋上，左边是美国这艘航空母舰，右边是中国这艘巨轮，这2艘大船稍微打个舵，甚至只是船长互相喊2句话，激起的浪花就能把澳洲这艘小船掀得七荤八素。2026年的政治局势是什么？是撕裂。美国那边为了维持美元霸权，这2年一直在玩吸血的游戏，只要美联储维持相对高息，全世界的钱都会往美国跑。大家扪心自问，如果你手里有大把现金，你是愿意存在利息高又稳定的美元账户里，还是愿意去赌波动巨大的澳元？这就是人性的避险本能。只要美国那边不真正松口，澳元想单边大涨，难于上青天。再看另一边，中国、澳洲是靠什么发家的？卖家底、卖铁矿、卖煤炭，中国就是最大的买家。2026年，我们要看清一个现实，那种疯狂搞基建、疯狂盖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需求在变，虽然不会断崖式下跌，但那种爆买的盛况很难再现。所以，你现在看到的澳元反弹，可能只是因为这2大巨头暂时中场休息，喝了口水。一旦贸易壁垒再加高一点，或者地缘政治稍微紧张一点，澳元这个风险资产就会是第一个被抛弃的。这时候你去接盘，是不是有点像在雷雨天去放风筝？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说，哎呀，听你这么说，那我乾脆把澳元全卖了，换回人民币或者美元算了。别急，危机，有危就有机。正是因为澳元这种上蹿下跳的猴性，反而给了我们赚钱的机会。如果你只会买入持有，那你是在赌运气。但如果你懂得利用人性的贪婪和恐惧，你就能赚钱。这里我要分享一个适合小白的2026年操作策略，网格思维。别被这个词吓到，简单说，就是不要把你的钱当成一颗子弹一次性打出去。比如说，你打算换5万澳币，现在 4.67， 你觉得高，那就不动，或者只换5000，当做去旅游的零花钱。如果市场恐慌，跌到了 4.55， 大部分人这时候吓得不敢买，你要反人性，这时候买入1万。如果再跌，比如有什么突发利空砸到了 4.45， 这是别人绝望的时候，你再买入2万。反过来，如果汇率涨到了 4.8， 那是市场最贪婪的时候，你把你 4.45 买的那部分卖掉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在2026年，澳元大概率就是在 4.5 到 4.85 这个大区间里震荡。既然没有单边大牛市，我们就做波段，这利用的就是市场的情绪波动。你赚的不是澳洲经济增长的钱，你赚的是那些追涨杀跌的散户的钱。这听起来很残酷，但金融市场就是这样，财富永远是从急躁的人手里流向有耐心的人手里。还有一个点很多人忽略了，就是利息。现在澳洲的存款利息虽然比前2年高点下来了一点，但对比国内的银行理财还是有吸引力的。如果你确定未来2-3年都要用澳元，比如孩子要读3年书，那么你现在换汇，就算汇率亏了一点点，你可以通过澳洲这边的高息存款 term deposit 或者一些稳健的债券基金赚回来。这里有个心理账户的问题，很多人只盯着汇率亏了 2%， 却忘了你在澳洲银行存1年可能有 4%到5% 的利息。假设数据具体是当时银行牌价，
这两者一抵消，其实你是赚的，或者至少是保本的。但是千万别因为贪图高利息就去买那些不靠谱的澳洲理财产品。我看过太多华人被骗的案例，为了贪图那8%、10%的承诺回报，结果本金都没了。记住我的话，你看中的是人家的利息，人家看中的是你的本金。在陌生的国度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再讲个真实故事，这次是关于做生意的。我有个朋友叫老张，做澳洲红酒出口到国内的生意。2024年的时候，他觉得澳元要涨，为了锁定成本，他提前换了一大笔澳元囤在那里。结果大家都知道，那年澳元跌得很惨，老张手里的澳元贬值了，国内市场又因为消费降级，红酒卖不动，双重打击，差点让他破产。到了2025年底，他学乖了，这一次澳元反弹，他没有去赌方向，他学会了用银行的一些索汇工具 forward contract， 简单说就是不管未来汇率涨到天上去还是跌到地狱里，他就锁定在现在这个 4.6 左右的成本。他跟我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，以前我觉得炒汇率能赚外快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我就是个卖酒的，我不该去抢华尔街的饭碗。这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启示？如果你是为了留学、移民、置业，你的刚需在2026年，那么现在 4.67 这个位置，你可以分批进场，锁定一部分成本，不要总想着抄在最低点，比如 4.4， 因为你可能永远等不到那一天，或者等到了，你也因为恐惧不敢买。确定性比那点差价更重要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分析了政治的冷酷，市场的陷阱，也给了一些操作上的建议。但是还有一块最重要的拼图我没放上去，这也是决定你未来5年生活质量的关键，澳洲内部的社会变革。2026年，澳洲的移民政策会怎么收紧？这会如何影响房价和租金，进而如何反过来影响汇率？如果你是打算移民或者买房的朋友，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价值百万。还有，我会在最后直接给出我对2026年全年走势的具体点位预测，以及一句我送给所有投资者的保命箴言。2026年澳洲内部最大的变数是什么？只有2个字，房子。你们可能在新闻上看到了，澳洲政府现在对移民政策收得越来越紧。为什么？因为房子真的不够住了啊。这跟汇率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去了。过去几年，澳洲经济很大程度上是靠新移民带来的钱撑着的。留学生来了要租房，要吃饭，要交学费，新移民来了要买房，要买车，这都是对澳元的需求，这就是支撑汇率的动力。但是到了2026年，这个逻辑正在发生逆转。真实生活场景是这样的，如果你今年打算在悉尼或者墨尔本租房，你会发现简直是地狱模式，100个人排队看一套破公寓，租金还坐地起价，这导致了什么？民怨沸腾，政府为了选票必须砍移民配额，移民少了，经济活力下降，澳元支撑变弱。所以千万不要觉得现在澳洲房价还在高位，澳元就一定会强，这可能是一个滞胀的信号，物价房价死贵，但经济增长却停滞了，这对货币来说是最毒的药。如果你是打算换汇来买房的，我的建议是精打细算，现在 4.67 的汇率加上历史高位的房价，你这是在双重高位接盘，除非你是刚需自住，否则现在冲进去投资澳洲房产，可能未来2年你算上汇率差和房价回调，收益甚至是负的。别被中介忽悠说什么永远涨。2026年，现金流比资产增值更重要。好了，大家最期待的环节来了，不说废话，直接上前货。但我先声明，这是我基于目前数据的个人推演，市场永远是对的，预测是用来打脸的。我认为2026年的澳元对人民币走势会是一个大写的 M 型震荡。第一阶段，年初到第一季度，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假性繁荣，因为大家对新一年的经济有幻想，加上美元稍微回调，澳元可能会试探一下 4.75 甚至 4.80 的高点。记住，这是我说的又多阶段，是主力在出货，别追高。第二阶段，年中5月到9月，这段时间通常是澳洲经济数据的验证期。如果全球经济放缓，特别是中美需求疲软，或者澳洲通胀压不住导致滞胀明显，澳元会迎来一波回调，我预计会重新跌回 4.55 甚至 4.5 附近，这时候就是我之前说的网格交易进场捡筹码的时候。第三阶段，年底，看美国大选后的政策落地以及中国年底的经济刺激，如果有大利好，澳元可能会温和反弹回 4.65 左右。总结一句话，2026年澳元很难有单边大牛市，大概率在 4.4 到 4.85 反复收割。
你要做的就是做这个箱体里的滑头，跌下来敢买，涨上去舍得卖。我知道看这条视频的很多人不是为了炒汇赚钱，而是为了生活。我也经历过那种日子，看住汇率涨了1分钱，中午吃饭都不敢夹鸡腿，汇率跌了一点，就觉得好像捡了钱一样开心。这种焦虑我懂，但是朋友们，不要让汇率绑架了你的生活。如果你孩子要交学费，该换就换，哪怕你换在了 4.7， 过2天跌到了 4.6， 你亏的那几千块钱，相对于孩子在澳洲受到的教育、开阔的眼界以及未来可能的人生机遇来说，真的只是九牛一毛。我们关注汇率是为了优化成本，而不是为了制造焦虑。如果你为了等一个最低点，每天盯盘盯到凌晨，影响了工作，影响了心情，那这才是最大的亏损。今天的内容有点扎心，但我希望这些真话能帮你在2026年少走弯路，少亏冤枉钱。记住这3点核心：反弹大概率是陷阱，别追高；分批操作，网格思维，永远留有子弹；刚需该买就买，心态比点位更重要。既然大家都看到最后了，我送大家一个不讲数据，讲运势的彩蛋。很多人知道2026年是农历的丙午马年，在五行里面，丙属火，午也属火，这是一个火气极旺的年份。而澳洲这个国家在地缘占星或者五行看来，它位于南方，火性也很重，但同时它又是个靠挖矿、靠土地资源吃饭的国家，所以它也带有浓厚的土性。这里面就有玄机了，在五行生克里，火生土，这意味着2026年澳洲的这些底子，比如矿产、能源，甚至是那片红土地，其实是有支撑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说澳元跌不穿底线的原因，因为它的本命还在。但是火太旺了会怎么样？会前河，反映到经济上，就是通胀的火压不下去，老百姓的心火很大。所以你会看到澳洲政府在2026年会有很多火药味十足的政策，汇率也会像火苗一样窜得快，熄得也快。送大家一句保命的风水投资经：2026年投资澳元，要学会水的智慧。水能克火，水代表的是冷静，是流动性。当市场像火一样烧得最旺，所有人都在狂热讨论澳元要冲5字头的时候，你要像水一样冷静撤退。当市场冰冷，大家都觉得没戏的时候，你那点水就是最珍贵的润滑剂。总之，马年跑得快，但别跑错了方向。祝大家在2026年能借着这股火气，把自己的财富也烧旺一点，但记得留盆水，随时保持清醒。最后的最后，我要做个免责声明，以上所有内容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，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，你的钱袋子你自己做主。你在汇率上吃过最大的亏是什么？是曾经在5的高岗上站岗，还是倒在了 4.2 的黎明前？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故事，让我们互相疗伤，也给其他朋友提个醒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条视频讲出了点真东西，帮我点个赞，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，再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次有行情变动，第一时间再见。祝大家2026年钱包鼓鼓，心态稳稳。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